我俾你調查，我嚟睇完之後啊。嗰啲牛雜幾錢碗啊？15蚊。我俾一碗啦。好。哦，都好雜，好香喎！呢啲好似細路仔以前食嗰啲味咁喎。牛雜古時候係有錢人茶餘飯後嘅零食，而家老廣都中意食牛雜，甚至超過腸粉。對老廣州郭志雄嚟講，一碗熱辣辣嘅牛雜用咩料，正唔正宗，佢最清楚。喂，你好。係啊。郭志雄做餐飲做咗30幾年，因為好味，唔少客人都揾佢做私房菜招待客人，幾乎每次都少唔到拿手嘅牛雜。哇！啲今日啲料幾靚喎。牛場最後嘅一批牛，最新鮮嘅啲。呢啲牛細腸咧就靚啦，係靚嘅水牛先有咁靚嘅腸啊！牛雜亦稱為牛下水，就係牛嘅內臟。新鮮嘅牛雜原料，郭志雄必須要喺3個鐘內盡快處理。做好食嘅牛雜，用心清洗係關鍵嘅第一步。關鍵係要一定要洗乾淨。你做一副好嘅牛雜咧，係要用好多心機去做嘅。底肺咧就要洗到好似個標準咁樣，即係全部係發白嘅。洗乾淨嘅牛雜要入鑊煮沸，進行第2次清洗。郭志雄嘅做法比較特別。而家咧就要飛水，一定要冷水落。如果你係熱水飛水咧，一落去咧佢就揦死嚿肉咧，佢裏邊嗰啲邋遢嘢咧就出唔到嚟啦。佢啲氣味咧就比較大，品質就唔好咯。我哋點解要出水咧？因為出水咧，佢哋將呢啲邋遢嘢啊，嗱呢啲咁邋遢嘢咧，就喺個肺嗰度逼晒出嚟，逼晒出嚟。如果你唔出水咧，佢就藏晒喺裏邊嘅。我哋洗完以後咧，嗰個肺咧係好乾淨嘅，好乾淨嘅，一啲雜質都冇嘅，唔會邋遢嘅。要捽夠佢，一定要捽。過完水嘅牛雜去除咗內裏嘅雜質，變得富有彈性。仔細咁反覆清洗，熟悉各個部位嘅肉質纖維，為咗做出夠口感、夠味道嘅牛雜，離唔開郭志雄多年嘅摸索同多次嘅試驗。牛雜要食到口入邊，仲要有一番功夫。郭志雄會根據唔同嘅部位安排燉煮嘅時間。牛肚嗰個肉質纖維咧，佢比較緊啊，就要落早啲，10分鐘以後，咁我哋就將牛膀啊、牛腸啊，咁啊就放落去咧，咁啊就一齊燜。燜好嘅牛雜，鑊個都仲未開，香味都已經冚唔住㗎啦。我哋燜呢班牛雜咧就燜好啦，好香㗎，但係就唔能夠馬上食用嘅，1個鐘頭以後先能夠開始食用嘅，等佢充分入味。腸同肺彈牙內嚼，肚同喉爽脆入味，牛膀鬆軟甘香。唔同嘅肉質纖維幾乎統一，但又保持各自本身嘅味道。今日，郭正雄迎嚟一位特殊嘅顧客。你今晚又嚟試試我啲牛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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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
劉都東係喺2010年同郭志雄喺牛雜邂逅嘅。自從嗰次試完啲味之後，郭志雄嘅店搬去邊，佢就追到去邊。到而家已經經過咗8年。牛雜入邊令到劉都東印象最深嘅，莫過於牛膀。牛雜裏邊有牛膀，多數的證明他選擇的牛雜是新鮮的。牛膀啊，要把它弄得很乾淨，然後吃起來沒有異味，是比較難的。如果你吃到了一個很乾淨的牛膀，啊，說明這個廚師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裏面，很有嚼勁，有一股乾香味。但是最後這一碗，我一直在吃的這個馬哥做的牛奶。喺晚上，客人齊晒，牛雜由街頭小吃變身成餐台主菜。呢一款經典小吃由富戶嘅高牆大院走出，成為尋常百姓嘅街邊零嘴，見證咗歷史翻天覆地嘅變化。哇，今天要來冇食啊？冇食啊！啊，無你今天嘢先咧，黃州而家嘅。刷卡啦，刷卡做啊，上面啊。好，咪咁落勁啦，落晒勁啦。呢一種形似淮山嘅嘢叫做薑薯，所以又被稱之為小淮山。潮汕人喜愛薑薯，每逢年節喜事，做成貢品，拜老爺祭祖先。做成甜品，招呼親朋好友係必不可少嘅。薑薯雖然好，但係想要將佢搬上餐台，卻要頗費一番功夫。農曆8月，華北地區已經係秋高氣爽，而嶺南仍然係熱火朝天、驟風驟雨嘅夏季。就喺前2日，超強颱風山竹過境。呢度嘅薑薯被吹到東歪西倒。一大早，種植薑薯20幾年嘅張松堅就趕往地裏做嘢啦。這個薑薯最怕就是那個前颱風，吹倒之後如果沒有這樣浮上來，它就要生這個葉斑病，過幾天就會爛掉了。薑薯就沒有收存。呢個季節正係薑薯種植嘅關鍵時期，春節前後嘅收成有幾多，就要睇下最後一次嘅施肥同管理。張松堅絲毫都唔敢鬆懈。這個整天都要在田裏面陪着那個薑薯的生長。像什麼？像那個大小姐裏面很嬌氣的，你沒有時刻來關注她，來安慰她，她時刻都會生病的。西蘆鎮地處山間平原，沙質土壤鬆軟肥沃，非常適合種植縱向生長嘅薑薯。雲奔潮湧，山染丹鳳，時間總係喺不經意嘅時候偷偷溜走。當南方真正感受到秋涼，亦都到咗薑薯採收嘅時候。天啱啱光，張松堅就急急腳咁趕到地裏。每天早上都6點到7點都要來這裏轉一轉，這裏有好多那個山豬啊、山雞啊都來破壞那個薑薯啊。你看這裏都好多那個腳印，都是在這裏。就是這個地方啊，挖了幾10公分啊。野豬趁住黑夜偷食薑薯，呢個亦都預示住薑薯嘅成熟同豐收。冬至臨近，
張松堅決定先採劃一批，試一試今年嘅產品嘅成色。今年產量，這個薑絲還算可以啊，有3斤左右啊。哎，哇，這個更好啊，這個要4斤左右啊，好厲害的。這個要有技術啊，有一點農業的技術啊，好看啊，好漂亮啊。由於種植條件好，西蘆鎮嘅薑樹以個大皮薄、脆甜爽口而遠近聞名。張松堅啱啱採劃冇幾耐，就有人上門要嚟收購。你好，得6件做，有包有包。6杯啊？我係杯啊。哇！一件幾錢啊？一件12啊。哇，大豐收啊！嚟雞杯啊！新鮮嘅薑樹放得唔耐，越早處理味道會越好。薑樹這個皮好薄啊，比那個紙片都薄啊。這個在去年啊，一斤要買到幾10塊錢，好貴啊！洗乾淨刨上來的薑樹，好漂亮的，好白啊，好嫩啊。洗淨去皮，再刨成薄片，等薯煮開，再加入薑薯片同去殼嘅熟雞蛋，再放入白糖提味。逢年過節，特別是養生的客人來，我們就這樣，一碗就2個雞蛋這樣搞上去，就給客人，就是一種尊重的意思。潮汕人年節喜事嘅時候招待客人嘅小吃，薑薯雞蛋甜湯就好啦。除咗刨片做甜湯，高燒薑薯亦都被人用嚟招待遠方嘅客人。白糖同水先煮開，加入切片嘅薑薯同番薯，煮20分鐘起鑊。高燒雙薯，口感軟糯，甜而不膩。去皮嘅薑薯蒸熟，壓碎成泥，作為餡料包成壽桃，即刻變身為祭祀祖先嘅供品或者係餐台上嘅點心，大方而不失高貴。薑薯泥加熱化開成糊，由此作為底，鋪上一半嘅紅豆沙，普通嘅沙地食材經過精工細作，變成古色古香嘅薑薯紅豆太極圖。生喺地入邊嘅薑薯，闡釋住人們嘅生活富足甜美，亦都代表住潮汕人待客嘅熱情同真誠。生蠔，一種喺廣東人嘅海鮮菜單上排喺前列嘅食品，好似牛奶一樣嘅光潔外表同絲滑嘅口感，令人欲罷不能。好難想象佢竟然可以搖身一變，製作出蠔油呢種咖啡色嘅濃稠醬汁，成為激發粵菜師傅創作嘅本土調料。如果係想試到傳統蠔油嘅風味，都仲要從海上溯源。台山鎮海灣擁有住珠三角地區面積最大嘅紅樹林，良好嘅生態、鹹淡水交界嘅地理優勢，令到呢一度成為生蠔生長嘅沃土。水道兩邊蠔排密布，呢片海域面積3500幾畝嘅生蠔養殖場，本地人徐新柏同搭檔許廣綿喺呢一度養蠔養咗5年幾。到啦，又一成啦！同插足養殖嘅傳統方式唔同，徐新柏嘅養殖場用浮球釣養，咁樣無論退潮定係漲潮，生蠔始終都保持喺水下邊，獲得充足嘅食物。
更利於生蠔肉肥。呢批蠔經過3年以上養殖，已經長成大蠔。冬至後到清明前係品嚐嘅最佳時間。哇！咁然呢度高晒肥都可以。我哋呢個養殖場咧個水質夠清夠深，啲水冇污染，養出嚟啲蠔呢，我哋都可以攞出嚟生食嘅。佢哋兩個隨蠔船滿載而歸，喺岸邊卸貨之後，大家就地起蠔。蠔殼堆積成山，呢度一直有養蠔嘅傳統，幾乎每家每戶嘅生活都同蠔產生關係。咁大量嘅生蠔，亦催生咗佢嘅衍生品嘅加工。當天捕撈嘅新鮮肥蠔運到隨身拍嘅加工廠裏邊，啲工人先將蠔肉清洗乾淨，蠔肉喺網袋裏邊沖刷到潔白如玉，最肥美嗰啲將會被挑選出嚟煮蠔水。而另一邊，隨身拍同徒弟一齊透火煲水，沖洗直徑2米嘅大鑊。隨身拍係屋企裏邊第4代做蠔油嘅，自細就跟住爸爸養蠔做蠔油，做咗10幾年啦，早已經獨當一面。啲水滾之後就倒啲鮮蠔落去，大約30分鐘左右，呢度就都有100斤蠔噶啦。將蠔肉同蠔水分離，蠔水過濾之後備用。隨身拍要用2日時間，將2000斤鮮蠔煮成蠔水，先至可以湊夠做1鑊蠔油嘅材料。要煮到好嘅蠔油係唔可以心急嘅。隨身拍晚黑都要不時去睇下鑊裏邊嘅蠔汁。喺連續不斷嘅慢火烹煮底下，鑊裏邊嘅水分逐漸蒸發，蠔水變成棕色嘅蠔汁。隨身拍同徒弟將呢前2日煮好嘅半成品全部倒入鑊裏邊。2000斤蠔啦，煮成1鑊，最尾150斤到800斤左右啦。再經過半日慢煮，鮮香味喺空氣中飄逸。呢個時候，真正嘅蠔油先至被濃縮提煉出嚟。味公道，鮮甜。只用蠔同水，以時間雕琢一種極富想像力嘅醬汁誕生啦。除咗蠔油，鮮美嘅生蠔仲可以製成蠔乾，俗稱蠔豉。蠔豉廣府話發音接近好事，係家家戶戶過年必備嘅調味食品。趁住好天，隨身拍同埋大家一齊曬蠔。做蠔豉分為生曬同熟曬2種。隨身拍堅持用鮮蠔生曬保留咗蠔嘅精華，更加鮮甜。為咗改變靠天食飯嘅曬蠔方式，隨身拍琢磨出咗一種新嘅辦法。要烹爐入幾個鐘，就係鎖住嗰啲油質，保持佢嘅鮮度。咁樣既可以保留傳統日曬嘅風味，仲能夠減少天氣對蠔豉質量嘅影響，一舉多得。除咗蠔豉，隨身拍仲做咗另一種新產品——金蠔。呢隻6成乾啦，只要係煎、燜都得緊呢隻。
今日週末，兩個仔從100公里外嘅市區返到鄉下。徐新柏長期喺鎮上面做生意，三父子好少可以見到面。難得家人團聚，豐盛大餐自然係少唔到。蠔豉加入寡淡嘅西洋菜湯裏邊，即刻有咗海嘅滋味。金蠔要用細火慢煎，火候太過容易變焦變硬，相當考功夫。金蠔自帶鹹香味道，完全唔需要調味料就鮮美無比。蠔油炆豬手係當地嘅特色菜，肉香同蠔香交融，再淋新鮮出爐嘅蠔油上去，香噴噴，令人胃口大開。徐新柏最懷念細個嗰陣喺白飯上邊淋一殼蠔油，咩菜都唔使，就已經覺得係人間美味。而家徐新柏將屋企傳承落嚟嘅蠔生意經營得越嚟越好，蠔油唔單止係佢生活裏邊嘅點睛之筆，更係一份感情深厚嘅事業。金秋10月係好多農產品收穫嘅季節，同江西省交界嘅南雄市有一種極具特色嘅植物，亦進入咗採摘嘅旺季。茶油樹呢種獨屬於南方嘅油料樹種，喺中國已經有2300幾年嘅栽培歷史。霜降之後，茶油果成熟飽滿，係最佳嘅採集時間。日照充足嘅話，茶油果就可以裂開，露出裏邊嘅茶油籽。呢個先至係大家用嚟榨油嘅關鍵。茶油籽仲要經過個幾星期嘅暴曬，越乾越好，為榨油做足準備。走入呢一個有100幾年歷史嘅熟悉老屋，鍾義金開始咗榨茶油嘅第一步。烘茶籽，這是第一步啊！烘烤茶油籽看似簡單，其實都幾考功夫。烘得太乾唔好榨油，火候唔夠又好難逼得出油脂。我們一般是舔這個手，摸一下，把這個茶籽壓開來，看一下裡面那個茶籽，你看熬一下，那就是聽得響一點響啦，然後摸去比較刷手，就乾了。烘烤好嘅茶油籽送去另一邊嘅剪壓房裏邊研粉。呢個100年歷史嘅巨大石磨，最開始係以水力作為動力嘅。但係年久失修嘅水車一早已經毀壞，唯有人力代替。同機器研磨時產生嘅高溫唔同，呢種原始嘅研磨手法，保證咗茶籽營養成分嘅穩定性。呢啲粉末被倒入去木桶裏邊，隔水蒸1個鐘頭。等到熱氣騰騰嘅茶籽粉一出鑊，就要馬上包裹起身。將胚餅整齊買入去雜木籠裏邊，再將木契按順序插入雜木籠，直到裏邊完全冇晒空隙。
呢個唔單止係體力活，更加係技術活。只要有膽量，不要怕，也靠眼睛，靠這個技術。打下來的時候，那就要看定眼這個位置打的也打得中是這樣。經過咁繁複漫長嘅工序，100斤乾燥茶籽榨出嚟嘅茶油都唔夠30斤。我們這個油現在榨出來的時候才10幾度左右，機器榨的至少都有60度，等於是燒熟了。總的機器榨的油就沒有這個油榨的那麼好。大家今日終於食到新鮮茶油做嘅菜。茶油係植物油，色清唔膩，並且帶有一絲煙燻同青澀嘅味道，尤其啱同肉類烹製。南雄人鍾意辣，酸筍鴨係代表菜之一。茶油嘅加入，中和咗辣椒同酸筍嘅燥熱。茶油消除咗肉類嘅油膩，同時令到油脂蘊藏嘅鮮味得到升華。南雄人釀豆腐別具一格，將芋頭絲同豬肉末做成餡料，混合茶油，再釀到豆腐乾裏邊蒸熟，清香撲鼻。一般食用油嘅煙點只有100攝氏度，高溫煎炸嘅時候容易產生有害物質，但係茶油嘅煙點達到200攝氏度以上，油煙少，尤其適合煎炸使用。南雄特色小食油炸糍粑就係其中嘅代表。榨油季節告一段落，村裏邊僅有嘅榨油師傅，終於都可以閒落嚟傾下偈。過年煮啊，佢榨到嗰啲冇油，冇子油。過年煮啊，過了年就將我那個左手打一下。寒夜裏面，用曬乾嘅茶油果殼作為燃料，回憶住舊日時光，更希望茶油製作能夠由年輕人繼承落去。今日酒店有一場100席嘅大型婚宴，中餐總廚林浩斌一早就已經到咗後廚。嗰啲單咧嗱嗱聲執咗佢先。我爸爸媽媽嗰啲都係廚師嘅，大個咗啦，咁都係做咗餐飲呢個行業。啱啱係18歲都未夠，咁就入到去咧，就每一個崗位基本上我哋都係做過晒。林浩斌做咗總廚已經有10幾年，咁樣嘅大型宴席經歷過無數次。佢最睇重嘅係一煲湯。今晚嗰100圍嗰啲飛緊水係嘛？啲燉湯嗰啲料。係啊，係啊。一定要飛透佢啊，撇乾淨嗰啲泡去，咪先湯會好濁㗎。哦，好嘅。200斤嘅老雞乸，30斤瘦肉，20斤雞腳等湯料，唔單止將會製作出今日呢一場婚宴名貴燉湯嘅湯膽，仲係好多菜式嘅調味關鍵。一盤香氣4日嘅金華火腿，係林浩斌為今日嘅湯準備嘅點睛之筆。加翻啲烘個金華火腿，底度啲吊出嚟個湯係特別香。呢度湯嘅份量比例咧，同肉嘅比例係大概1比1嘅。呢種肉水比例係1比1嘅湯，喺粵菜裏邊被稱為頂湯。頂湯講究湯色清涼冇雜質，咁就算放到咁豐富嘅原料入去，粵菜師傅都仲係有辦法令到湯變清。咁啊，依家嗱，我哋見到咧，平時依家就有啲氣泡慢慢飆上嚟嗰啲咧，就叫做蝦眼水。水嘅溫度咧，大概係喺97、8度左右啦，就煲3個鐘頭左右啦。起湯啦，睇睇啲湯先。3個鐘頭之後，頂湯出爐，肉味飄香。
啲湯啱煲起咗啦，要攞翻個紗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湯，湯色咧會清好多嘅。咁啊頭先撈過，仲見到有少少微粒喺度嚟。用頂湯做湯膽，為名貴食材注入鮮美嘅味道，係粵菜嘅慣常做法。喺味精仲未發明之前，菜肴嘅鮮味主要係嚟自湯嘅提味。喺各種調料大行其道嘅今日，廚師依然保留住呢一門手藝，呢個係區別於外行人嘅致勝法寶。林浩彬深知宴席嘅核心競爭力依然係好味道。佢最近研發嘅清湯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嚟點睛助力。林浩彬最經常用嘅火腿嚟自浙江金華東陽嘅上掌村，100幾年嘅老字號依然保持住傳統嘅手工製作方法。冬至前後就係火腿製作最忙碌嘅時候。傳統嘅金華火腿最少經過2年嘅發酵先至可以出售，而用嚟製作清湯，林浩彬中意用5年以上嘅陳年火腿，味道更濃郁。林浩彬今日試做嘅新菜都要吊清湯，先將雞肉同豬肉按1:1嘅比例剁成細膩嘅肉蓉。剁呢個肉蓉嗰陣時，一定要即係剁溶啲佢。咁因為剁得溶嘅話咧，佢就會係起膠。到時吊湯嗰陣時咧，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。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去。細火慢烹1個鐘頭，喺呢個過程，肉蓉慢慢咁結塊。用紗布過濾，最後得到清澈如開水但鮮味濃郁嘅湯汁。準備妥當，終於可以試做新菜式啦！第一道菜嘅主菜只係一塊好細嘅冬瓜，用材簡單，對刀工就要求好高。係要切到差唔多係成絲咁滯。咁同埋切嗰陣時咧，係唔可以切斷佢。用清湯扣淋20分鐘之後攞出嚟，只係見到絲條自然散開，好似一朵盛開嘅菊花。水一樣嘅清湯滲入寡淡嘅食材，淡雅嘅外表下邊，卻係香濃嘅滋味。第二道菜嘅食材豐富多彩，林浩彬將切成厚片魚球嘅黃腳臘魚同其他配料一齊鋪好，再淋上混合咗清湯同火腿汁嘅湯汁。放去110度嘅鹽板之上，清湯嘅火腿香味撲鼻而嚟，視覺同嗅覺嘅雙重衝擊，令人充滿期待。清湯都可以用嚟燜煮調味，將蓮藕切成剪子槍花咁樣，藕不斷，絲還連，捲上去打成醬嘅蝦肉。煎至金黃，倒入調好味嘅火腿汁清湯，燜煮入味。蓮藕清爽可口，層次鮮明。研發新菜式嘅林浩彬，經常充滿激情。返到屋企就係難得輕鬆。林浩彬嘅媽媽陳少紅係粵式麵點大師，特別擅長做象形點心。嗰啲全部係骨砧嚟嘅，係個先生用啲牛骨啊，一支支咁打磨出嚟嘅。呢啲又陪咗我哋走咗幾多年㗎啦。
啊，每個紅蘿蔔整得好靚喎，妹嚇。好，飲湯飲湯。今晚買呢啲手勢一流啦，係嘛啦？啲詩停唔到嘅，因為啲人嘅公仔嚟㗎，係咪好似？每年3月，張國瑜都要去到河源嘅老朋友吳克清嗰度行一趟。當地大片種植嘅大蒜就係佢嘅目標。它那個經緯線跟開平那邊那個金山蒜的緯度一樣的，質量基本上也一樣。蒜油濃度高好多，比北方那個蒜的辣好多。張國瑜自稱蒜子佬，喺家鄉開平一路都係用傳統方式加工當地歷史悠久嘅特產金山火蒜。但係隨住經濟發展，開平種蒜面積已經大大縮細。佢已經連續多年轉到去河源採購原料。吳克清同樣都係做咗幾十年火蒜，當年兩地技術交流嘅時候就識咗張國瑜。這個倉庫大概是8000斤左右吧。現在考慮時間呢，是一個星期了。現在我們準備點火加工火蒜，先把稻草鋪下去，用這個稻殼蓋在上面。河源仍然有一啲家庭作坊加工火蒜，但係喺開平幾乎只係得張國瑜一家喺度做。佢已經做斷咗做37年斷啦。佢間嘢佢起碼要100億年嘅前開慶最攞嘅斷倉啦。清晨6點，張國瑜同平時一樣去到蒜廠返工。喺河源收嘅當季新貨已經就位。燒田就好靚尖嘅禾鋤落去，谷段係要引為之。因谷行呢就喺壓戰呢禾鋤呢就有個助燃作用，俾佢來黐火明火，佢係一下就呢輪就熟嘅，好快嘅話呢啲咁都已經咁犀利㗎啦。啊，咁一路點咯。只係需要幾秒鐘，煙霧就瀰漫開到成個房間。就咁樣，每日蚊分2輪，經過25日先至可以製作完一批火蒜。焗過佢呢，佢係窩存嘅時間係長好嘅，佢起碼長要捱1年時間㗎。而呢佢以前係呢華僑捱出國，佢要捉緊換樹啊，各方面佢要唔下爛唔下成啊。金山火團係嗰類要嘅。開平係著名僑鄉，喺漂洋過海嘅路上，火蒜按摩住僑胞嘅腸胃，撫慰住佢哋嘅鄉愁。火蒜製作功夫多，離唔開人，每日成身都係味，後生仔唔願意入行。上世紀90年代風光一時出口創匯嘅火蒜，而家幾乎已經冇晒外貿訂單。呢個係張國瑜親自設計嘅廠房，曾經最高年產量達到3000噸，而家已經好少開工啦。做佢久咧又要換情嘢嗰個咯，即係放棄要可惜啊嘛，自己咪呢度係個堅持到落嚟。而家佢將火蒜進行再加工，經過60到90日發酵，製作成別具特色嘅黑蒜。黑蒜從外到裏都係黑色，質地綿軟，入口糯甜。火蒜剝開黑色外衣之後，就依然係白白肥肥，只係水分變少咗，蒜油被逼出，口感更辛辣爽脆。
張國餘唔單止識得製作火蒜，更加中意研究用火蒜煮餸。一得閒，佢就會煮餸俾屋企人食。喺佢屋企，火蒜唔單止係香辛佐料，而且可以成為主角。比如火蒜焗瘦身鯇魚，大量火蒜令到鯇魚香味濃郁，而蒜頭本身就變到綿軟可口。當地特色菜碌鵝，加入大量火蒜，蒜頭吸飽鵝汁精華，入口即化，甚至仲要誘人過啲鵝肉。而本身甜糯綿軟嘅黑蒜同黑皮雞中豬頸肉一齊炒，營造出豐富嘅口感層次。廣東人家又點可以冇湯？黑蒜同新鮮羊肚菌搭配，為湯帶嚟醇香滋味。一碗落去，馬上妥貼腸胃。調味品對於食物主材嚟講，就好似畫龍點睛，增之一分為妙品，缺之一分則失色。調味為烹飪增加無窮嘅滋味，亦為平淡嘅生活帶嚟更多樂趣。